彤，你去哪儿了？家里没吃的，我去买早饭啊。大早上你买什么早饭呢？大早上不买，我什么时候去买啊？可是万一……大早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你担心我啊？行美，你先吃吧，我一会儿还要去公司呢。韩助理，秦助理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查几家互联网公司的资料。如果我们能联系这几家公司的话，我想我们肯定会有更多合作机会。太好了，那你赶紧给云总看看啊！就麻烦秦助理把这几份资料转交给云总，千万不要说是我给的。为什么啊？你别误会，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为鸿远集团尽自己的一份力量，也希望能让云总多想。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，那我先走了，你记得把这些转交给云总。陆天成，虽然你已经来我们红鼎上班了，但还是希望你能够本本分分的，别想耍什么花招。那好的，我肯定会努力工作。一会儿我就去给你办理入职登记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上班吧。好，那听何主任安排。哦，对了，在公司别那么张扬。你说这个麦正龙真的有这么厉害？回头你就知道，他已经大天海市。哦，要不要我给他安排进红鼎集团？不用，红鼎有刘天成就够了。让麦正龙在外面跟刘天成里应外合，效果会更好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按你说的办吧。你找我？现在韩元仓已经买通了红鼎的董事会成员和许多的中层骨干，形成了利益同盟。这对云总来说是不小的威胁，你心里要有数。我知道，电商计划会搁浅，才是目前来说我最担心的事。我会尽力想想办法。跟各位老板汇报一下，云世彤让段飞找人成立了信息监察组，请了一个网络黑客高手，名叫马基，他应该是段飞的人。什么？没想到那个段飞还有这能耐。刘天成已经安排进了红鼎，今天已经开始上班了。刘天成这个人可靠吗？我们把这个蝎子打了进去，就一定会有用。关键是怎么发挥作用。我同意柳峰的说法，毕竟这个刘天成是我们好不容易才安插进去的。至于这个马基，实在不成的话，就把他们给做了。
这个马基既然是段飞的人，就一定没那么简单。我提醒你们啊，还是小心为妙啊。蝈蝈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事已至此，你我都没有退路，出手吧。好。呀！酒我喝，我告诉你，喝了这杯酒，马基跟我走。我喝。你干什么呢？没事，老大，闲着无聊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遇到了棘手的事。什么事儿？老大，有什么事你就说，我们来天海不就是来给你解决问题的吗？最近红顶的事，你们多少也都知道。我和云学彤怀疑是出了内鬼。你有没有怀疑的对象？暂时还没有头绪。现在老爷子让我成立了监察组，暗中调查红顶的高层。老大，这件事难度可不小啊！你怎么净接这种得罪人的事儿啊？这种事儿很容易打草惊蛇，我们需要提前好好策划安排才行。对了，马季，之前那次网络忽然恢复正常，我觉得是有高手出现，你怎么看？我调查过系统漏洞，确实有高手进行过修改，看起来他们进入红顶集团网络的深度很不一般。这不刚好给你机会和高手过招吗？兄弟们，你看我家马基怎么把对手虐倒？估计没那么简单。我觉得这像是某种信号。信号？说这个黑客他是不是活腻歪了呀？马季，根据你说的那个黑客侵入网络的事，我觉得是一种宣战。既然这样，如果我们不应战的话，他们将会更加肆无忌惮。没错，所以说，现在我们就是跟这个黑客打时间竞赛，看谁先跑赢对手。老大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着手调查这个黑客是谁啊？那正好，马基侵入这个公司的机会，我们把这个高手揪出来。我这次叫你们来，是为了上次暗访仓库的事情。李达死了，也就意味着克扣工资和货物丢失这条线索彻底断了。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次事件，让我发现做调查是非常有必要的，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平时发现不了的问题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完善电商计划，就必须去红顶百货做一次实地考察，充分了解实体店铺的营业情况，才能找到症结所在。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。红顶百货的营业额季节曲线变化比较大，要想实行真正的商业转型的话，必须要亲自去了解。可是，你说，云总，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你的安全问题，毕竟上次去仓库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。我觉得短时间内你还是不要去做暗访比较好，还不如交给我们，我跟秦雪替你去，然后做出详细的红顶百货营业报表交给您看到。我现在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，电商计划迫在眉睫，我必须亲自去红顶百货做一个调查。那我们陪你一起去。对。那你们先去准备一下吧。秦雪，帮我转告荷兰，公司一旦出了什么事儿，让他马上给我打电话。好。
韩总，哎，您找我？钟诚啊，你最近很忙啊？韩副总，您说笑了。廖忠诚，现在红顶已经有监察组了，你也知道，现在可是非常时期啊，万一出了点事儿，我也保不了你。韩副总，您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不过，您不会是真的怕了那个云世彤吧？我给您保证，不管他怎么查，永远也不会查到我的头上。你有把握就行了，毕竟在红顶干了这么多年，自然用不着我提醒啊。放心吧，韩副总，我自然清楚我自己应该干些什么。不过，韩副总，我最近听说这个荷兰对我们表现出极大的抗拒，您觉得他还能信任吗？我自然不会轻信他了。不过，考虑到他也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，毕竟他的把柄在我们手里，只要我动动手指头，他这辈子可就全完了。明白。不过，这个除了荷兰之外，其他还有些人。唉，你多心喽，那些东西这人都被查出来，也绝对查不到我的头上。咱们呀，静观其变。我听说最近这个云世彤又要对咱们红顶百货进行考察，您看这一次我们应该怎么办？让他去，他想去哪儿，咱们也拦不住嘛。听了韩副总您的意思，看来是有所准备了啊。忠诚啊，咱们就等着好戏看吧啊！没关系啊。戴部长，你怎么下来了？我只是来看看你嘛，不错嘛，还有功夫伸展拳脚啊。哥，瞧你说的，这不刚送完尹总吗？抽空了，练练功。俗话说得好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说吧，有何吩咐？云总，午饭都没吃，他就下班了。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据说是带着秦助理和韩助理出去视察了。你知道他们去哪儿视察了吗？好像听他们说什么业务不太好，去视察红顶百货营业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出去一趟。哥，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？没事。你有什么事电话吩咐我啊？来，3带2。晚上，哎，你谁呀？这是铺房，你来这儿干嘛呀？你说我来这儿干嘛？来这儿当然买衣服了。大白天买什么衣服啊？
大白天不能买衣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当然可以啊，可是你看看大白天的，红鼎百货有几个顾客呀？来，双飞。所以你们就在这儿打扑克是那不然吧？呢？打扑克总比睡觉强吧？就是，你问那么多干嘛？炸了！哇，没事儿。哎，等会儿，你想要哪一件啊？不用了，你们打扑克吧，谢谢。怎么样？看来这家红鼎百货的客流量真的很少。我刚才去那家店啊，3个营业员在打扑克呢。云总，我发现好多店铺的导购人员工作热情非常的低下，很多顾客走过的时候，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如果这样做下去，怎么能行呢？这确实是个很严重的问题。还有就是我们商铺的利用率非常的低。从整体看，我们红鼎百货每层店铺品类的商业安排都是非常老套的，许多像这种新鲜、时髦、吸引眼球的店铺都没有突出出来。你看，就像导购牌这样基础的商业布置，都需要更新了。这也是我们需要改革的重点部分。红鼎集团传统商业地产事业的落寞，这也证明了单独依靠传统商业模式是企业转型陷入瓶颈的症结所在。是呀，所以我们必须整顿我们传统的商业模式。没错，我相信我们只要做出一个完整的电商计划，董事会是没有理由不支持我们的啊。没错，袁总，相信我们一定会把后续工作完成得非常好。我相信这些问题最后一定会迎刃而解。哎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你们先在这儿等着我，我去看一下。真是瞎积极啊！我们的云大 boss 啊，志明的能力你也看到了，而且他对你还是那么的忠心耿耿的，你怎么还是不满意呀？可他毕竟是韩云仓的儿子，谁知道打什么算盘？全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他是背弃了他爸站在你这边的，你不信，你做个民意测试试试啊。算了，以后要多提防他就是了。可我总觉得，他背叛我们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你们去看看啊。怎么回事啊？上面有工人在闹事儿。啊？我刚刚已经报警了。那个工人说他要见云总，说是红鼎集团让他家破人亡之类的。我把集团旗下的巨轮公司给了你，你要好好的利用它。现在外面的确是很乱呐，不过你做得很好。无论是哪一方面出现了问题，我们都将是其中的受益者。接下来，你要好好的利用段飞，达成我们最终的目的。保持联系。